苏臣分配前往剑冢守剑。剑冢，那是人待的地方吗108000口死剑，日日悲鸣。剑气成煞，守剑弟子没几个活得久。他不是上品灵根吗？怎么会被丢去剑冢？得罪人了呗。听说是真传玉天阳亲口评了8个字。真传一句话就能把上品灵脉送去死地？真传指缝里漏下一粒沙，砸在杂役身上，就是一座山。接牌，即刻去剑冢报道。弟子领命。这怕是活不了多久。我为青阳，他是皓月，我二人天生一对。你配不上月流霜。去找他主动退婚，我许你入青阳峰。若我不退呢？桀骜不驯，目无尊卑。我刚穿过来，连月流霜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只因一纸婚约，就被真传一句话送进死地。好，先活下来。果然是兄弟。若真待不住，就找机会走。这就是剑冢。没伤我，他们在变成我的法力。别人来这里折寿，我来这里是续命。灵剑锋芒，不可直视。你若不想死，最好老实一点。弟子苏晨，新任守剑弟子，前来报道。上品灵根，上品灵根做外门弟子绰绰有余，不会做杂役，更不该被送到剑冢。小子，你得罪人了吧？算是。我不管你得罪谁，进了剑罩，外面的人不敢随便动你。但剑着要不要你的命，老夫也拦不住。剑着藏剑108000，分9层。下3层凡剑，中3层法剑，上3层灵剑。记性不错。守剑弟子除了看守剑冢、接待择剑弟子，最重要的是洗剑。洗剑，用服布擦剑，压制剑上的消气。修为不够，轻则伤经脉，
折寿，重则走火入魔，当场暴毙。历代守剑弟子平均寿命不到30，近些年送来的歪瓜裂枣，几个月就没了。你刚入门，炼气1层，先习下3层凡剑，每日多少，量力而行。至于3年后晋升外门、内门那些待遇，等你活到那时候再说。10颗灵石月凤，1年等同外门，3年入内门，仿佛玉天阳一句话，把我丢进死地。可他不知道，这里偏偏能让我活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从你开始。这不是剑种。简单，干脆，直取命门。给我练！我好像突破了。洗剑也能修炼。刺剑。他们把我丢进死地，却不知道这里每一把剑都能让我更强。一把鱼炼剑便让我入炼气2层，得自己那108000剑呢。继续。是玉叶峰的月白剑气！冷月仙子，他怎么杀到青阳峰来了？柳霜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来吧。放箭！这么多剑，躲不开。他冲过来了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
区刺客也敢闯我军阵！战敌将，夺战旗，七星在足，逐月而行。好精妙的身法，七星逐月。黄级上品身法，不错。好身法，以七星逐月近身，再用刺秦剑气出手，10步之内防不胜防。才4柄凡剑，我的剑气就已经浑厚了这么多。再来，剑煞吸收太多了，先天剑体虽能炼化剑煞，但我现在修为太低，身体有承受极限，过犹不及。今天先到这里。陈锦辉，苏晨，没想到吧？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陈师兄现在可是外门弟子，有些人上品灵根又怎样？还不是被丢来剑宠守剑？守剑，说难听点，不就是等死吗？苏晨，当初入门试炼，你不是很正义吗？不是喜欢检举我吗？你破坏试炼规矩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。那你看看，现在是谁站在外门弟子的位置上？是我。而你呢？剑爪手剑杂役，这就是命。陈师兄背后有人，苏晨背后只有剑煞，说不定过几个月，我们就能来给他收尸。剑丑重地，不可擅闯。若要择剑，出示腰牌；如果不择剑，便离开。这是第1次警告。警告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他在警告我。他还真把自己当剑手剑杂役，敢警告外门弟子。苏晨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你是手剑杂役，懂不懂尊卑？若要择剑，出示腰牌；如果不择剑，请离开。这是第2次警告。操！苏晨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都被发配到剑口了，还敢在我面前摆这副臭架子？现在，给我跪下，认头。或许我会考虑让你以后在剑爪死得舒服一点。第3次。什么？3次警告已过。你敢杀我！无故擅闯剑仇，第1次警告你不听，第2次警告你还笑，第3次我按门规办事。外门弟子被他一指吓倒了。刚才那一下，我连影子都没看清。你该庆幸，我手里没有剑。再敢来剑朝放肆，我就不是小成大就了。滚！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守剑弟子弱久了，连门规都没人记得了。机缘未到，老实点儿。玉绝峰的小女牙也来了。拜见岳师姐。你认得我？没见过，
但蜀山数万弟子能让剑主都生寒月的，只有你。油嘴滑舌，总好过不解风情。我跟玉天阳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因婚约被迁怒，是我闭关未查。此事我已去青阳峰说过。原来那一剑是为我。剑爪煞气太重，不适合普通弟子。现在跟我走，我替你另寻修炼之地。多谢师姐，但我不走。你会死。我知道，可我总不能一辈子躲在你身后。我想靠自己站出去。男人的尊严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玉露丹，固本培元，护你经脉。这人情我记下了。每月我会让人送来，撑不住就去玉绝峰。苏晨，别应承。我会活得比他们想的都久。30克，刚好1月。玉露丹果然是好东西。这份善意我收下，但路还是我自己走。白骨老树，头发飘，上面挂着人皮姥姥。谁在里面？白骨老树，头发飘飘，上面挂着个人皮姥姥。这些剑在怕他。原来是新来的大哥哥呀！不对，这不是小孩。大哥哥，进来陪我玩吧。大可不必。不要走！大哥哥，我还会找你的。还好有剑指，晚上不能见。我昨夜在剑洞深处见到一个女童，她引我前去。他让你进去，还叫我陪她玩。你没进去是对的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剑种里有些剑血气太重，白天还算安分，夜里就会显形。以前有个守剑弟子，就是夜里好奇进去，第二天只剩腰牌。弟子明白。聪明人别拿命试剑种的规矩。我惜命。遇到魔剑之魂还能退得出来，这小子倒不蠢。下面这些剑还没洗完，上面那3个又不老实，苦命的守剑人啊！剑名回剑主柳三，柳叶剑气，百步杀敌。下一把。这也能进蜀山剑照？顾长青。连剑都买不起，还做什么剑客？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
士，没有宝剑，他拿命铸剑。从今日起，你叫剑不平。剑不贵，贵的是敢把不平事展开的人。10年，他不是在选剑，是在养剑。一根破铁也敢挡我？不平事，该平。这不是剑招，是把10年的气、10年的血、10年的不甘，全藏进一剑里。养剑术，天阶下品心法。顾长青前辈，你留下的不是剑，是路。撑住！炼气3层，炼气4层。你不该在这里蒙尘。守剑弟子可择剑换剑。从今天起，哈哈，果然不同凡响，你可比之前那些废物强多了。白天也能穿衣？别跑呀，我又不吃人。大白天的，我连显形都做不到。真无情，那根破铁条不适合你。他是剑神，配件不错，可强的是顾长青，就算他拿的是根树枝，也一样成神。你以为那破铁条为何偏偏找上你？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新来的有点意思。剑杀时也是负担，不能贪快。剑神救剑，不该一直蒙尘。果然不同凡响，你可比之前那些废物强多了。大白天也能穿衣？是人，大白天的，我连显形都做不到。哎，怎么不理人啊？真无情！那根破铁条不适合你。他是剑神，配件不错，可强的是顾长青，就算他拿的是根树枝，也一样能成神。而且顾长青可还没死呢。你知道的不少。这就对了，剑轴108000口剑，在我眼里都是废铁。大哥哥，你天资不凡，普通的剑怎么配得上你？来剑巢深处找我，我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一个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相信你。没关系，你留在剑巢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苏晨，滚出来！你就是苏晨？哥，就是他。他上次差点废了我！没用的东西，闭嘴！外门谁不知道我豹兄陈继雄？你打我兄弟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一个发配剑巢的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守剑人了。熊哥一句话，他今天就得跪下赔罪。陈锦辉擅闯剑巢，我依门规惩戒，已经手下留情。你们现在也要在剑巢闹事吗？都闭嘴！谁说我是来闹事的？我来择剑，总没问题吧？哥，我们不是来……闭嘴！择剑可以，出示身份腰牌，验证资格。资格？我今天就是来拿资格的。蜀山门规，门中弟子积功可入剑冢择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，挑战击败守剑弟子也能得到择剑机会。还有这种规矩？那我们岂不是都能试试？苏晨，这次看你还拿什么门规压人？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怎么，守剑弟子不敢接？不敢就让开，别占着剑仇的位置。守剑弟子要是个软牙，以后我们天天来。拒战可避一时，退让后患无穷。有人在背后教他用规则，那我就看看这规矩最后压的是谁。苏晨，战还是退？要挑战可以。哥，他戒了，废了他。先交10颗下品灵石。什么？还要交钱？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来，剑术还修不修？10颗灵石，你抢劫？门规写的，你不是最懂门规吗？
1个月月俸。现在可以开始了。挑战对决，生死由命，小子自求多福。别让他跑！九哥，打死他！懦夫，你就只会躲吗？吐息法力，肉身强，转身慢。我看你还能躲到哪儿！他没路了，哥，废了他！破绽出来了，拔剑斩。挑战失败。刚才那一剑，要是偏半分，熊哥就没命了。还有谁要来战？想来也可以。带够灵石。苏晨，你得罪的不是我。你和岳流霜有婚约的事，有人在故意宣扬。接下来你的麻烦不会少。果然不是陈家兄弟，麻烦就麻烦吧，兵来将挡。败而不杀，这小子不像短命鬼，刚来时才炼气1层，几日便到这一步，剑爪也该有个真正守得住剑的人了。顾长青养的是剑，我养的就是自己。养剑法配合我的体质，不是养外剑，是在酝养先天剑胎。快，是快，也是真烧钱。虎骨丹，1颗1灵石；玄黄丸，1灵石3颗。30枚玄黄丸。刚到手的10颗灵石没了。家里情况本就不好，送我入蜀山已经竭尽全力。到了蜀山，好好修行。小姨，等我修炼有成，一定会去看你。不能向家里要，资源得自己赚。来了，苏晨回来了。苏晨，我们是来择剑的。听说你敢接挑战，不会现在怕了吧？都要择剑挑战。对。行，先交钱。排队。无人说。下一个。已经第4个了，他不是刚来剑种吗？这么能打呀？还有谁要挑战择剑？外门弟子郑勇前来择剑，请赐教。鬼手郑勇，去年外门第48，这回苏晨该禁不住了吧？这点剑气也想拦我？你的身法，技不如人，我认输。连鬼手也败了，这已经50灵石了。继续。厉害有什么用？剑中煞气伤根基，他撑得越久，死得越快。说不定岳流霜是在靠丹药硬撑。他们怎么想？灵石到手才是在透支生命。这个苏晨实力提升竟然这么大。当初把他发配剑种，本是要让他受不住剑伤，自己滚出蜀山。结果呢？他不但没废，还站稳了脚跟。一定是岳流霜，他来过剑帐，多半赐了丹药。冷月仙子在青阳峰斩过一剑，态度很明。要动苏晨，不能太难看。我们是外门指示，收拾一个守剑弟子，还用亲自动手？放心，我安排好了。还有谁要择剑？杨武，今年新入门的杨家天才，他不是练刀的吗？来剑主择什么剑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修为不低，杀气很重，不是来择剑的。你就是苏晨，敢顶撞真传弟子，我还以为你有3头6臂，原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。我是什么人，关你屁事！要择剑就交钱，不择剑就滚。
他敢这么跟杨武说话？好，好。全挡住了！杨武不是普通挑战者，他修的是刀。练气7层，这法力至少练气7层。苏池连胜又怎么样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迟早要还。长臂配长刀，进攻半径比我多3尺，那就让他连这3尺都守不住。好一手通臂刀法，杨兄，你这位侄子厉害呀！小武从小修白猿功通臂刀，虽刚入门，实力足以进外门前10。由他收拾苏晨，10拿9稳。可这是择剑挑战，若废了人，正因为是择剑挑战，才合门规，废掉苏晨，逐出蜀山。他和冷月仙子的婚约自然作罢。这件事办成，杨云飞少主高兴，玉天阳那边也会记你杨家一功。一个守剑弟子当了真传的路，就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下场。怎么回事？你攻守一行了，他的剑气怎么这么凶？肯定是月流霜给的丹药，他是在透支生命。不可能，你修为明明不如我。废人之前，先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护体法器，挑战还带护体法器，杨家真舍得。有法器，也救不了你第2次。苏晨，伤我！你来废了我，还要请你喝茶。杨武要败了。住手！择剑挑战乃是同门较技，你竟下此狠手，心性如此狼毒。他招招废我，你装瞎。他快输了，你就想起门规了。本执事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你杨家的人输不起，就别披着门规的皮来送死。这是亲自下场了，这还算什么挑战？苏晨，跪下认罪。跪下认罪。你也配让我跪？心性狼毒，还敢顶撞执事！不可能！前辈息怒，前辈息怒！干涉择剑决斗，欺辱守剑弟子，你们真当我是死了吗？不敢，不敢！晚辈不知深浅，冒犯前辈，冒犯前辈，还请恕罪。滚！再敢到剑沼放肆，杀无赦！守剑人竟然这么强，连筑基执事都跪了。多谢周老出手相助。既入剑沼，便是我的守剑弟子。你在外面如何，我管不着，但只要在这里，没有人可以迫害于你。弟子明白。今日连战数场，法力损耗不小，先回去休息，别被剑煞反噬。是，剑沼内有周老，剑沼外只能靠我自己。杨家玉天阳，总有一天，这笔账我会亲手算。成了。是。回来！破阵，飞剑。这手段像筑基剑修的本命飞剑，速度极快，能破法力屏障。出其不意，筑基也要吃亏，但消耗太大。剑台未成，一旦被毁，我也会重伤。这张底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没用的东西，一个刚入门的守剑弟子，你们都对付不了。少主息怒，当奴本想让他在剑竹自生自灭，谁知弄巧成拙。月流霜赐他丹药，周老又护着他。那苏晨不过是借剑柴煞气逞强，损的是寿命不值一提。只是周老不值一提，短短10日击败杨武，逼得你在剑宅下跪，这样的人留着就是后患。少主难道要亲自出手？赐丹药给钉死剑宅，让他养伤。若苏晨敢出来，即刻通报于我。可您是内门，对他出手，怕被人说以大欺小。狮子搏兔，由尽全力。
办成此事，玉兄兄会看到杨家的忠心。老奴明白。家国已破，同袍尽死，身后便是家园，如何退？唯有死战！霸王卸甲！霸王破弓箭，玄阶剑技，3招够狠，尤其最后一招，隐约能凝出剑势。若再对上杨武，一剑就够。大哥哥真厉害，霸王剑可是下3层少有的硬骨头，你都降服了？你知道他？剑朝108000剑，我比你们守剑人还清楚。那你倒说说，他值不值得我洗？向龙，你刚才看到的不过是他最后一战。不过大哥哥，你既然能借煞气修炼，何必洗这些凡剑？来找我呀，我才是这里最凶的一把剑，我的煞气能让你一飞冲天。一飞冲天还是一口吞了？剑强人弱，你想出去那就不是我剑，是剑控我。可以合作，但别拿我当傻子。大哥哥真狡猾。彼此。我可以帮你挑剑，助你快速提升，但等你筑基之后，要来找我，带我离开剑朝。若你真心助我，我会尽力一试。往前走，左边第3排有一柄剑，煞气比霸王更凶。这剑怕了？怕，才活得久。无主之剑，大哥哥，这才是真正的雄剑。这是什么剑？无主凶剑。邪修，该死！剁下去，把自己也变成剑。滚开！刚才那东西不是剑煞。破！邪修屠杀生民铸成的邪兵，也配称剑？大哥哥，你这不是安然无恙吗？你给我找了一把好剑，差点害死了我。放心啦，我还指望你带我出去，怎么会害你？你以为我信？我只是想试试你有没有资格。白骨剑煞气，筑基修士都不敢碰，你却能炼化。大哥哥，你的体质很特殊啊。这与你无关。别走，你通过了考验，现在我是真心想合作。剑则人，人也则剑。你还没通过我的考验，既然没有诚意，合作到此为止。又空了。修仙真费钱，没有资源，寸步难行。他出剑大了。客人，这次还是玄黄丸，一批玄黄丸。另问，淬体灵液怎么卖？客人还修体术，练剑，先练身。草木配方温和，适合初学。妖兽精血更霸道，效果更好，也更贵。草木配方，10份材料，共40颗下品灵石。刚赚的，又没了。见到内门师兄，也不拜见。看来传闻没错，目无尊卑。玉师兄当日评你倒是准。剑楚守剑弟子独立外门体系，按门规，
我不需向你行礼。初把你丢到剑中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你倒好，还真把手剑电子当身份了。原来是你让人发派我去剑中，不错。陈锦雄、杨武也是我安排的，可惜都没成事。我与你没有私仇，你这种小人物，我本来也懒得看。可你不识抬举顶撞玉师兄，我需要向他证明杨家有用。你不是缺钱吗？离开蜀山或主动解除婚约，你往后修炼资源，我杨家包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来蜀山的婚约是为修行，是我与他之间的事，不是来卖尊严。你不过萤火尘埃，也配与骄阳皓月并论？我是萤火尘埃，可你也不过是玉天阳脚边的一条狗，又比我高贵到哪里去？放肆！方士敬我，内门弟子也要守门规。你很有种，可这里不是剑中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？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？三个练习7层以上的解修，出手致命。杨云飞这是要借刀杀人，杀了剑不平。劫修杀人夺宝，杨家藏污纳胄，内门弟子就这点手段，不要给他喘息机会。我的剑法多是从前人经验中领悟，缺少真正的生死搏杀。剑是杀人的，需要饮血。霸王破军，横扫千军。这就是你的底牌，玄阶剑技，难怪能赢杨武。但你以为我今天过来就是看戏的？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宗门访视动武杀人，公然违反门规，执法弟子已至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这3人是劫修，他们要杀我，我只是自爆。胡说！这3位明明是我们店铺请来的商贩，你没钱买东西就出手杀人抢夺，储物袋里还有你刚抢的淬体材料。破在街上，最后栽赃诬陷，好一个环环相扣的杀局。是非对错，执法队自会调查。你现在立刻放下武器，跟我回去。杨雨欣是外门执事，执法队都是他的人，落到他手里，就算最后能证明清白，也肯定会被下黑手，不死也废。必须回剑中，只有周老护得住我。想栽赃我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寒山掌，霸王破军，长空地贯长虹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此事经不起审查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这小子怎么还能撑得住？他在悟道，只要回到剑中，你们就输了。霸王破棍最后一剑，霸王卸甲，置之死地，向死而生。这小子疯了！快拦住他！杨只是被打废了，他可是筑基啊！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练气期居然领悟了剑势！放肆！苏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我杨家执事，今日若不将你毙于掌下，我杨云飞有何面目立足蜀山？只能用绝招了。杨云飞，你虽然在内门排不上名唱，但好歹也是筑基弟子。是瑶琴仙子，用劫修暗杀，再让执法队栽赃，这种下作手段对付一个刚入门的守剑弟子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
还是说你为了讨好玉天阳，已经连脸都不要了？你，杨云飞，今天这局你输了。我知道，只要玉天阳还在，你们杨家就不会罢手。与其这样一次次被你们失去设局陷害，不如我们来个了断。3个月之内，我必铸成道基，到时候我会在天刑台上等你。他居然主动约战杨云飞，还定下3月之期。苏晨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才入门多久？筑基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天刑台也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多谢秦师姐刚刚救场，但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从头到尾都是我被针对，今天要不是师姐到这里，我已经被吃干抹净了。现在她想走就走，连一句道歉都，那我算什么？这不是在说气话，这筑基啊！天刑台分高下决生死，可不是儿戏。3个月内筑基，就你这种手贱杂役，练气系找死！我就给你3个月时间，省得说出去别人说我以大欺小。不过天明台上我可不会留手，到时候你若是败了，也不要说我欺负你修为贴威。杨云飞，你一个筑基内门应战一个炼气手剑弟子，也好意思说得这么大义凛然？你不出手欺负人，谁会主动找你？苏晨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这口气我帮你出。你犯不着，岳师姐很看重你，闭关前交代我一定要好好照看。你若有什么事，我怎么向她交代？我知道师姐是好意，但今日之事，杨云飞是冲着要我命来的。与其一次次被他算计针对，不如主动把恩怨摆到明面上，用3个月时间给。你可想清楚了，3月筑基不是靠胆色就能成的。我知道很难，正因为难，他才会迎战。你罢了，既然你已经想好，我便不多劝了。既然你应了战，那便不是随口说说的事。苏晨、杨云飞，你们2人若要了断恩怨，便该以宗门规矩立下血剑契约，由刑罚堂天刑台为证。血剑契约一旦必须履约，违反者将被宗门处死。立就立，我倒要看看3个月后他能在天刑台上撑几招。请以蜀山宗门之名，以玉绝峰、青阳峰见证，苏晨与杨云飞今日立3月后生死之约。3个月后，天刑台上见。苏晨，你太冲动了。杨云飞是修仙大族出身，就算你真能在3月内筑基，也不可能赢他。师姐的好意我心领，但这不是冲动，只有一个。玉天阳的庸媒太多了，今天有杨云飞，明天还会有别人。我若不拿他开刀，只会被无穷无尽的暗算纠缠，多伤其实质，不如断其意志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你倒是看得明白。师姐，可3个月，3个月足够了。罢了，这是岳师姐闭关前让我转交的，她本就说是备给你的。我本想等你修炼遇到瓶颈时再给，但你要3月筑基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替我谢过岳师姐，也多谢秦师姐今日出手。不必谢我，你要谢，3月后活着从天刑台下来再说。玉绝峰的门不会拦你，但你自己要想清楚，3月筑基不是只靠胆色和1-2瓶丹药就行的。我知道，正因为难，他才会迎战。3个月筑基，杨剑术。养剑术，养的不仅是剑胎，还有这具肉身。淬体灵液加上玉露丹，现在每天可以洗剑10柄以上，3个月足够了。3个月，天刑台上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不自量力。就是他，3个月后要跟杨世生天心台的那个，找死还嫌不够快。
炼气7层，3个月筑基。周老，你倒是很有自信啊！弟子也是被逼无奈，杨云飞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不能永远躲在监察，靠您老人家庇护。剑者须有勇猛精进之心，宁折不弯。你有这份心气是好事。但3个月时间太短，有没有想过万一做不到呢？我已经老了，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守多少年，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死了。多谢周老关心，弟子会努力的。你能领悟剑士雏形，这很难得，但仅凭雏形，3个月后远远不够。那里面有一道石碑，上面留有当年剑道高手斩下的剑痕，其中蕴含几分剑士余威。你洗剑之余可以去观摩，能不能有所收获，看你自己。老东西居然下来专门提点你，看来对你很重视啊。周老刚走你就敢冒出来，不怕被他发现？要是我全盛时期，会怕他？老头不是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他也奈何不了我。那石碑的事，给他面子罢了。你知道多少？周老和剑神交过手，看来这位守剑人的实力远比我想象的更强。再等一等，等修为再提升一些，再去参悟剑痕也不迟。外门弟子陆秋前来择剑。陆秋，外门试炼小比第10名，可注入剑中则凡剑1柄，限时1炷香。择剑不可强求，量力而行。被剑煞所伤，别怪我没提醒。说起就行。这就是剑战，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拓跋师兄修为高深，法力强横，这剑战煞气怎么可能伤得了您？就是，师兄是新人试炼第1，剑堂长老都亲自嘉许的天才，区区剑战煞气算个屁！验明正身，你不认识我？真没眼力劲儿！这是拓跋叶师兄，本次新人试炼第1名，剑堂长老亲自嘉许的天才，蜀山弟子谁不认识？师兄来择剑，你也敢拦？我管你是谁，剑朝有剑朝的规矩，验明身份，登记交付灵石才能择剑，否则就请离开。你。原来你就是苏晨啊！那个敢顶撞真传，还不知死活要跟内门弟子上天下的守剑弟子，难怪现在剑主被杀气，脑子坏了！一个将死之人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，快滚开！苏晨，当着我的面打我兄弟，你他妈找死！剑口重地，严禁喧哗，轻则惩戒剥夺择剑资格，重则直接就地地处决。好，苏晨，我记住你了。拓跋炎，新人试炼第1，择剑费用3颗灵石。3颗灵石而已，就当打发叫花子了。新人第1。师兄，我选好了。你修炼的是水系功法？是，这把碧玉剑与我功法亲和力很高。这把剑表面是水系材料瀚海玉打造，但核心藏着一股毒素。这我倒是没看出来。去换一把，左手边第3排。多谢师兄提点。敢问师兄，这柄流泉剑有什么讲究？没什么名气，你这阶段用刚好。多谢师兄指点。这些灵石以后剑上有问题再来问。连流泉这种低级凡剑都找到主人了，可怜我这绝世神兵却要在这剑种里蒙尘。你总说自己厉害，剑名是什么？陆苍生。陆苍生，至少灵剑级别，甚至可能是斗级魔剑。现在沾上就是找死，名字倒是挺唬人。大哥哥，来剑巢深处找到我。给我认主！这把剑性子烈，你修为够，但路子不对。焚山剑，煞气10倍于凡剑，洗出来，修为能再上一层。到时候剑痕10倍的剑士，我也有把握去参悟了。
这焚山剑不愧是法剑对落，杀气比普通凡剑强10倍不止。断剑吗？当然少不了要火来淬炼。这焚天剑气的烈火，正好助我淬炼先天剑体。炼气8层，现在就算对上杨云飞，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焚天剑气已经入门，养剑术也借此淬炼了体魄，但修炼消耗太大了，之前买的淬体灵液全部用完，玄黄丸也快见底了，好缺钱。3月天心台约战，时间紧迫，现在修为够了，是时候去剑痕石碑参悟剑势了。这就是周老所说的剑痕石碑。20年前，剑神与周老留下的剑痕。20年前斩下一剑，到现在还有剑体残留。这两人的剑法造诣已到了何等境界？这两人若论修为，不过是元婴而已，但他们在剑法上的造诣极高，同境界中少有敌手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周老当年留下的东西，他居然能碰。这就是剑士的威压。我之前的霸王谢安，不过是借势罢了，差了108000里。这老东西，这老东西。3种剑势，汉勇霸王式，我的沧海横流，剑神的天星宇宙，全临摹出来了。这小子天赋当真逆天。失败了，剑士这玩意儿必须要有足够的积累，我还早。这小子走都还没学会就想要跑，但由此也可见他的悟性和天赋当真非凡，天生的剑修。若好好栽培，未来成就恐怕还在我和顾长兴之上。他或将成为我的传人。你在剑巢里的那些小动作，老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便罢了，但此子或将成为我的传人。你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，即便拼着折损一些道行，我也会把你送进熔剑炉。我又不会害他，只是想出去而已。若他真有本事，我是真的认他为主。你的杀气太重，他掌控不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一个蜀山叛徒出现。剑主心术不正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是一把剑而已。恶徒持剑自然荼毒苍生，贤者持剑也能济世救人。如何抉择，由他不由你。你也算是剑修名宿了，难道真要做个老顽固？剑士，剑士只是入门，我必须酝养属于自己的剑士。倒也不难，纸上谈兵终觉浅，剑士需在实战中磨砺。锁妖塔中妖兽横行，危机四伏，正是酝养剑士的绝佳之所。锁妖塔，我早就想去了。那便去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，锁妖塔里可不仅仅只有妖兽而已哦。3月天心台约战，时间紧迫，锁妖塔必须去。锁妖塔，说不定那里也有能让我脱困的东西呢。大哥哥，不用气馁，那老头子的剑势未必适合你，不如你来找我，我的剑体中也蕴含了剑势，非常霸道。陆苍生的剑势，对，霸道的很，杀天杀地杀魔杀仙杀万物苍生。也罢，那便先修炼霸王剑势吧。不过单凭剑招施展的霸王剑势终究太浅薄，你得蕴养真正的霸王之势，悍勇无畏，壮阵冲军，勇往直前。该如何运用？当然是实战厮杀，这种气势不是闭门坐车就能领悟的，要么上战场，要么去猎杀妖兽。你们蜀山不就有一座锁妖塔吗？里面妖兽横行，正是蕴养剑势的绝佳之所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之前在坊市和黑风三雄交手，我确实吃了实战经验不足的亏。别把我想的那么坏，我还指望你带我出去呢。
怎么可能会害你？杀妖兽不也是杀生吗？霸王剑士虽然修的是悍勇，可在不断的杀戮中也会逐渐沾染大量的杀气。以后再让他来掌控绿苍生，就会容易许多了。周老，晚辈想向您请教锁妖塔修炼之事。锁妖塔中的确镇压了大量妖魔，除了凶恶大妖，还有专门开辟的小秘境，里面都是一些实力弱小的妖兽，用于门下弟子狩猎历练。杀妖实在的修为进去，可以运养剑士吗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。可以。另外，你也可以顺便收集妖兽材料，补贴修行。进锁妖塔杀妖可以，但也别忘了每日洗剑。如何安排时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去吧。剑不平终究普通，我不是剑神，发挥不出他的威力。真要去厮杀，得一把趁手的利器。就是你了。法剑材质远非凡剑可比，配合焚天剑气施展，威力会有加持。今天时辰过了，剑仇不对外开放，要择剑明天再来。哥，回头看看我是谁。你是苏鸾？好你个陈哥哥，这才离家多久，就连亲堂妹都不认识了。跟你开玩笑呢，快进来。才不要！这剑仇里煞气太重，我站在外面都有些受不了。哥，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啊？这事说来话长，走，去隔壁厢房说。哥，小姨在信上说什么啦？她说前段日子家族生意出了点问题，没能来线，现在已经解决了，让我别担心，好好在蜀山修炼。小姨还说你灵根变异，就是排名靠后了一点嘛。反正我现在在丹堂学炼丹，等我把丹药炼好了，你就不用愁修炼资源了。哥，你真的要跟那个内门弟子？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实战运养剑士，猎妖换取资源。3月倒计时，每一天都不能浪费。剑中煞气重，你修为弱，先回去，等哥从锁妖塔回来，给你带妖兽材料。等我炼好丹，再给哥送来。这丫头还不知道修仙界的残酷，蜀山也不是什么与世无争的地方。我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，尽快解决掉那些麻烦，不然苏洛可能也会被我牵连。首见弟子苏晨准入锁妖塔1层秘境。苏晨居然取了焚山剑！那不是拓跋炎吗？新人试炼第一，他上次去剑宅抢取焚山剑，结果被剑伤了，躺了好几天。这下有意思了，焚山剑被苏晨拿到了。这剑是我看上的，志在必得。你一个手剑弟子，不配用它。我不配，你配。忘记当初是谁择剑不成，反被剑伤了？上次是我大意了，消耗了他大部分煞气，不然你能这么轻松得到？就你，还消耗剑中煞气。焚山剑应该属于强者，既然你也要进锁妖塔受妖，咱们来打个赌，比一比谁杀的妖兽更多。若是我赢了，你就将焚山剑让给我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怎么可能输？既然打赌，就得有赌注。你要是输了，输100灵石。100灵石，这赌注不小。拓跋炎可是新人第一，他怕什么？进入秘境后，随机传送，一切所得归自己所有，同门弟子不可相残。天助我也！这是妖兽巢穴，这么多妖兽挤在一起，一剑下去全是积分。快看，拓跋炎积分暴涨，一口气杀了多少妖兽？这还是人第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苏晨才刚入塔，积分差了这么多，这赌斗根本是碾压。尽是些弱小的，这样下去，清理一整天也攒不够积分。拓跋炎这时候大概还在某个妖兽密集的地方轻松收割吧，不能跟他比运气，得找更值积分的灵。3级妖兽，正合我意。
拓跋炎积分都快冲到300了，这才1个多时，他杀了多少妖兽啊？外门第7的寒风师兄平时进塔也没这么快过。就是，别说杀妖了，我看他在里面能撑1个时辰不狼狈逃出来，就算他命大。焚山剑，我赢定了，我就在这坐着，看他怎么输。拓跋炎大概已经集成100上千积分了，不要紧，我进锁妖塔本就不只是为了一场赌斗，实战运养霸王剑士，搜集内丹材料给苏伦猎手，这才是正事。3级毒灵豹，内丹至少值20颗下品灵石，能炼出3炉过本丹给苏伦猎手，积分也不会少。焚山剑，我赢定了。